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有在做全球资产配置，或者一直手里握着日币关注日本市场的朋友，最近是不是觉得整个外汇和债券市场的气氛安静的让人有些心慌？前几天，当大家听着日本央行植田和男总裁那番不温不火、看似温和的言论时，很多人还在开开心心的自我安慰说，日银这次肯定又在放鸽子了，缩减购债和升息肯定要往后拖，我们还可以继续享受廉价的日元透利。高盛证券发布的内部核心报告帮我们戳破了这个美好的幻觉。高盛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植田总裁的放鸽其实只是战术烟雾弹，日银的政策时程实际上已经被全面拉前到了即将召开的6月会议，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无预警抢跑，而一场每月高达2兆日元的巨大抽水行动已经蓄势待发，引得全球最敏锐的跨境资金正在日元暴动前夕疯狂卡位。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清高盛这份热腾腾的报告背后全球资金最真实的生死博弈。要看清这一波即将在6月中旬引爆的日元大海啸底牌，我们最先要瞧瞧的就是植田总裁最近对外展示的这场放鸽假象背后，日本央行不得不被迫抢跑的底层苦衷。高盛在报告中指出，虽然表面上日本央行的表态依然给市场留足了面子，但实体世界的通膨压力和日元持续走低的重力，已经让日银没有任何可以继续拖延的资本了。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如果日银继续在政策上慢半拍，任由日元汇率在历史低位失血，这不仅会引爆日本国内惨烈的进口原物料通膨，更会直接摧毁全球主权资金对日本财政和国债信用可持续性的根本信心。为了防范这项失控的风险，高盛预测日银将会一反常态，选择在即将到来的6月政策会议上无预警地将紧缩时程全面拉前。这项政策的抢跑本质上是日银在市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主动给日元多头递上的一张防御底牌，旨在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预期成本，强行将全球投机空头的防线给一举击穿。而在这场无预警抢跑的政策武器库中，最让全球债券市场感到神经高度紧绷的，则是高盛首度曝光的2兆日元缩水抽水启动计划。高盛在报告中披露了极其硬核的量化推演。目前，日本央行每个月依然在二级市场上买入高达约6兆日元的日本国债来维持市场流动性。但高盛预计，在即将到来的6月会议上，日银将会宣布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减额表，计划将每月的购债规模直接一刀砍掉2兆日元，将每月的买债上限强行压降到4兆日元的水中。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每个月2兆日元相当于一年高达24兆日元的流动性净收缩，在实体世界里会产生多么恐怖的抽水效应。这项量化紧缩的启动本质上是在向全球金融市场宣告，日银正在主动回收市场上泛滥的日元。当这部每个月2兆日元的超级抽水机正式转起来，日本国债市场的供需天平将会面临历史性的重组，这会直接推动日债长期收益率跨越关键防线，为日元的汇率防守提供最厚实的利差防护盾牌。然而，在2兆日元抽水与政策抢跑的强烈预期下，全球最聪明的跨境避险资金此时非但没有坐以待毙，反而正在日元暴动的前夕上演一场极其剧烈的生死卡位战。高盛指出，根据他们对全球宏观对冲基金与主权财富基金最新持枪的跟踪，跨境资金正以惊人的速度疯狂平仓并回补他们手中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日元空头套利头寸。大家要知道，在过去几年里，全球无数的机构大户都是通过介入几乎零利息的日元，然后转手去买高收益的美债或高估值的科技股来赚取稳健的利差。但现在，随着高盛这份报告拉响了日银6月无预警抢跑的警报，这群大庄家们突然意识到，一旦日银在6月同时祭出升息与2兆日元缩表，日元汇率将会出现报复性的暴力反弹。如果他们不提前卡位，及时结清空头，那么日元升值带来的汇率损失将会在瞬间吞噬掉他们过去辛辛苦苦赚来的所有利差利润。这项对流动性踩踏的极度恐慌，直接倒逼着数百亿的跨境资金在2026年6月的这个关键节点，疯狂地把美金、美债等外币资产变现，并源源不断地汇回日本国内。
这在客观上已经为日元资产构筑了一道谁也打不穿的物理防御底牌。对于这场由日银放鸽假象、2兆日元抽水与6月无预警抢跑交织出来的金融大局，华瑞认为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大类资产配置已经正式跨越了单纯预期日银会无限期放水的初级阶段，大步迈入到了重估全球日元套利成本与流动性反向收缩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市场长期以来被植田总裁温和的口头烟雾弹晃瞎了双眼，给予了日元资产过低的折价估值，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高达 2.2% 的损益平衡通膨率与跨境利差的扭曲，早已将日本央行逼到了退无可退的死角。当高盛预估日银将在6月宣布2兆日元的购债缩减，这本质上意味着日银已经决定主动刺破这场由廉价日元供养的全球套利泡沫，将日元重置为具备强大定价权与本币吸引力的防御性硬资产。同时，这种跨境资金急卡位的新常态将会无情地重塑全球主权资金在配置权益与债券资产时的安全避险路径。华瑞认为，在2026年全球基准利率维持得更久且地缘政治不减的环境下，那些高度依赖廉价日元贷款滚动来维持高估值外壳的二线科技和信用资产将会面临极其惨烈且无情的去杠洗牌。相反的，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批在物理世界中手里握有实体定价权，其产品和核心技术具备极高物理壁垒，且能够通过自身强大定价权与高额股份回购平准利率波动的防御性实体蓝筹，以及能够提供实质高票息回报的短期高评级信用资产，则能在这场资金去拥企化的过程中获得最宽阔的安全边际。这是一场全球聪明钱去虚向实，回归物质世界的去泡沫大洗牌。不过，这场变革的路上仍有潜在的双向风险。首先是日银若在6月会议上操作过急，同时启动升息并大举缩减2兆日元购债，可能会在短期内抽前日债市场流动性，导致收益率暴涨并冲击金融机构与日股。其次，则是美国经济若在下半年超预期失速，迫使美联储重启降息，美日利差收窄将会被洞悉是日银主动抢跑的政策效果。华瑞认为，这份报告并非传播无序恐慌，而是一场由日银防御性抢跑启动、2兆日元量化紧缩确立以及全球套利资金回补共同主导的结构性变革。如果大家想在这场日元暴动中看清底牌，做好配置，操作焦点千万不能只看名义汇率每天的起伏。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密切盯紧2条实用线索。第一，关注即将召开的日银6月会议，看看其实际公布的国债减额计划是否真的达到每月2兆日元的抽水强度。第二，则是关注 CFTC 外汇期货市场中非商业机构日元净空头持仓的回补流速。看懂这2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我们才能在流动性拉锯中理清头绪，在风暴来临前提前为自己的资产找到最安全也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